在全球司法体系中，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这是很多重大案件最后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莫过于当年的赖昌星案，因为缺乏引渡协议，他在加拿大整整逃亡了12年之久，才被遣返回国。然而，最近几年又一起震惊华人社区的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女友，将尸体塞进行李箱后抛入湖中。他本以为这样就能天衣无缝地掩盖罪行，没想到很快便东窗事发。警方发现了行李箱内的尸体，并迅速对其展开了调查。然而，就在加拿大警方下达逮捕令之前，这名凶手抢先一步潜逃回国，仗着法律的空隙逃避正义的制裁。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不仅在国内多次更名改姓，试图洗白身份，甚至在多年之后又出现在新西兰，再次引发轩然大波。是怎样手眼通天的能力，能让他在杀人之后还能在3个国家之间来去自如？他在新西兰到底做了什么？他最终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吗？这场跨越20年的司法与权力的较量，还要从2002年开始说起。那一年是里昂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的第2年，他是一名西蒙菲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在学习生活期间，他遇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赵薇，一名就读于高桂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俩人一拍即合，迅速坠入爱河，并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决定开启同居生活。他们一起搬进了里昂表哥张涵家的地下室。这留学生漂泊在外能找到相知相爱的伴侣一起奋斗，原本是一件既温馨又浪漫的事儿。可对于他俩来说，这却是一切悲剧的开始。2002年10月9日，也就是他们开始同居后的第3个月，里昂拨打了报警电话，语气焦急地向警方描述他与同居女友赵薇发生争吵。当晚，赵薇独自出门购买东西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十分担心。警方在调查之后发现，除了里昂的描述之外，赵薇的失踪没有更多的线索了。外加里昂一直在配合调查，根本没有人怀疑里昂作案的可能性。然而2天后，一名徒步旅行者在温哥华东部的 Stave Lake 附近发现了一只被丢弃的行李箱，行李箱内正是赵薇的尸体。法医尸检结果显示，赵薇是被勒死的。在随后警方的走访调查中，他的同学回忆说，赵薇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为了供他出国留学省吃俭用，而他本人也十分刻苦。由于英语水平有限，赵薇很少社交，平时不是待在图书馆学习，就是和唯一的联系对象男友里昂待在一起。尸体发现后，里昂接受询问时曾说道，我们当时正在谈恋爱，也许他想离开我，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在他出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警方并不相信这一套说辞，立刻便将他列为了重大嫌疑人。随后，一些记者打电话给里昂，想听听他的看法，没想到前几天还在痛哭流涕的里昂，在此时明显变得暴躁不安，痛斥记者干扰了他的生活，并拒绝了所有受访。然而，就在警方搜集证据准备实施逮捕之际，里昂突然急速地办理了退学手续，并以学签快到期为理由，当天下午就买了张机票回国了。他这一番操作让人措手不及，但他离境已成事实，加拿大警方只能暂时改变策略，转而逮捕案件的第2嫌疑人，也就是里昂的表哥张涵。意外的是，在法庭上，张涵承认了确实曾经帮助过里昂处理过赵薇的尸体。然而，温哥华法官认定警方的取证程序有问题，因为在警方询问时，并没有明确告知张涵有权利保持沉默，并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审讯过程中，也使用了疑似威胁或者引诱的手段，导致张涵是在非自愿情况下做出的供述。这种非法取得的证据侵犯了张涵的沉默权，所以不足以满足定罪标准。最终，张涵被释放。而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也迅速逃回了中国。至此，这唯2的2名嫌疑人彻底摆脱了加拿大法律的管辖。
随着关键人物的相继离境，这起震惊社会的命案不得不陷入了困境。2003年2月，李昂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但案件又因为中加两国的司法权斗争再次陷入僵局。加拿大方面希望将他引渡回国受审，并担心中国可能判处李昂死刑，从而违反加拿大的人权原则，所以拒绝向中国提供其犯罪证据。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则坚持认为李昂和赵薇都是中国公民，中国拥有司法管辖权，李昂应当在中国受审。在这种僵持下，由于中加没有引渡条约，加拿大无法强行将李昂带回，而中国方面因缺乏直接证据又无法定罪，所以最终只能将李昂释放。这个消息一出，海内外华人群情激愤，赵薇的父母更是多次奔走对政府施压。在加拿大华裔议员关慧珍等人的协助下，最终中加两国达成协议，加拿大同意移交案件证据，而中国则承诺不会判处李昂死刑。在两国就司法管辖权交涉的这阵子，李昂悄然改名为李佳明，并神秘消失。此后，他以新身份结婚生子，隐姓埋名地度过了6年。直到2009年7月，北京警方终于查到了他的行踪，他竟隐匿在西藏。随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缉捕归案。关于李昂为何能在中国西藏藏匿多年而无人察觉，坊间流传着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李昂的父亲疑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是军级以上的军方高层。如果这一消息属实也许可以解释他如何能在加拿大杀人之后成功逃回中国，更名改姓，甚至逍遥法外很多年。免得大家还得去百度或者 Google 上查，我把级别对照表放出来，大家感受一下，就能明白这是何等的手眼通天了。2001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赵薇案，但庭审细节并不公开，我们只知道在法庭上，李昂坚决否认杀害赵薇，自称是冤枉的。然而1年后，法院裁定李昂，也就是化名的李佳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需向赵薇家属赔偿113.33万元人民币。李昂当庭提出上诉，并改口承认杀人，但声称只是在玩枕头大战中意外闷死了赵薇。就这样经过了3年的反复审理，在2014年的时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竟然接受了李昂的说法，将其罪名改判为过失杀人，刑期从无期徒刑缩短至7年。李昂2009年入狱服刑，2016年刑满释放。至此，这起震惊华人社区、跨越3国的命案，竟然以这种令人错愕的方式迎来了结局。据报道，李昂当时在法庭上对自己的一系列操作是这样亲口解释的。他说2002年从加拿大回国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一方面呢，是对虚假谋杀指控感到非常生气，另一方面是对生活感到了迷茫。至于为什么要改名字，是因为在2004年左右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自称基督教先知的算命先生。对方跟他说李昂这个名字是不幸的，会带来厄运。如果你不改名，这些虚假的指控将会伴随你一生。于是李昂这才本着不情愿但又没办法的念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李佳明，希望以此呢洗去自己的过往，摆脱厄运。而且当时他并没有想着一直待在西藏，本来是计划更好的支持家庭，出国找一份工作。但是呢，以李佳明申请护照的时候被拒绝了。这他才本着支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念头，在西藏工作生活，做了7年贡献。说实话要不是我在录视频，我绝对不可能以这么平静的语气把这件事给说出来。2016年刑满释放之后，他决定再次改名。这一次他选择了李宗元，并更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终于获得了一本全新的护照。以李宗元的身份，他开始尝试恢复正常生活。2018年，他先是前往欧洲玩了1个月，随后返回中国。
同年的9月份，他的妻子生下了第2个儿子。2019年6月份，他又用这个新的身份申请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并且跟随旅游团进入了新西兰。旅行结束后，他返回中国，但这只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很快又为自己的妻子和2个儿子申请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然后先行前往新西兰。4天之后，家人也一同前往了新西兰和他团聚。这抵达新西兰之后呢，里昂并未急于获得身份，而是先申请了学生签证，理由是学英语。2019年11月，他的学签获批，并于次月进入了新西兰南岛的 SIT 学习。2020年12月，里昂举家搬迁至奥克兰，并正式向新西兰移民局递交了难民和保护状态的申请。2023年，新西兰移民局在处理申请的时候，发现了这名叫李宗元的中国难民申请人。在申请陈述中表示，自己的父亲作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因为不愿意听从共产党要灭绝不同政见藏族人民的命令而遭到迫害。但从他全家的出入境记录来看，这些年一直都在正常持有签证，并且频繁地出入国内外。在随后的背调中还发现，李宗元、李家明、李昂、Leo 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出生地有时候是四川，有时候是北京。而且从犯罪记录中发现，这个人还和一起2级谋杀罪有关系。于是新西兰移民局开始对李宗元的申请展开了严格调查，并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首先是身份问题，就像咱刚才说的，他前后一共使用过3个名字。另外，他还持有一本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假护照。其次，陈述前后明显矛盾。他声称不接受加拿大2003年对他杀害赵薇的2级谋杀定罪，拒绝承认赵薇尸体被加拿大警方发现，并且坚持认为赵薇仍然还活着。但他又在中国法庭上诉的时候承认了自己杀害了赵薇，并且他也无法按照时间顺序解释自己的过往，提供的信息不断在变化。最后，移民局甚至怀疑里昂是不是因为过往迫害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于是移民官要求他提供一份心理或者精神病评估报告，但他却提交了一封手写信。信的作者呢，是一名教会中的华裔退休护士，仅仅拥有精神病院的工作背景，而且也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移民官认为这封信对于心理或者精神病评估没有任何的价值。最终，新西兰移民局以认定里昂性情多变并且擅长表演和欺骗为理由，驳回了他的难民和保护状态申请。但里昂不愿放弃，他决定上诉，并表示会竭尽所能留在新西兰。为了争取社会支持，他还甚至发起了一份请愿书，并收集了1315名新西兰人的签名，请求政府允许他和家人留下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封请愿书并未对官方的决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新西兰移民局的难民和移民服务部门总管菲欧娜在回应媒体时表示，这个案件现在已经进入了移民和保护法庭的上诉阶段，所以他没办法对个案发表任何评论。但无论如何，里昂的身份造假、跨国逃亡、司法缠斗，这些种种让他成为了一名全球瞩目的犯罪嫌疑人。然而，新西兰政府最终会如何裁决？他们一家人精心编织的谎言是否会在这里彻底崩塌？这场跨越3国、历时20年的司法与权力较量会迎来怎样的终章？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目前能搜集到的全部信息了。如果案件后续有更新的进展，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频道中更新，请务必订阅关注，以免错过最新动态。同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里昂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司法和权力哪方会是最终的赢家？我们在评论区等你。感谢大家收看 Crime Lab， 我们下期再见。